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年终了，老板给了我一个厚红包，我喜滋滋的接过，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里面居然全都是1元纸币。我气不过，去找老板理论，老板却说：“你不满意可以走啊，你信不信？今天你走，明天我就可以找人顶替你。”后来我真撂挑子不干了，老板却慌了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拿着老板递过来的红包，我眼睛一亮，这个红包肉眼可见的厚啊，至少也得1万多吧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这人呐，拼死拼活干1年，其实就为了过个好年。这次回去可以孝敬爸妈了。我爸妈没文化，年轻时干的都是体力活，把腰和肩都干坏了，时不时的疼，尤其是下雨天，我妈肩膀疼得抬都抬不起来，去医院看了几次也治不好。上次我在商场里看中了一台按摩椅，要1万多，可你别说，贵就是有贵的道理，坐上去是真舒服，就像真人给你按摩一样，还可以调控力道。当时我就想买下来送给我爸妈，可惜呀，兜里没钱。现在好了，拿着这厚红包，可以把按摩椅买下来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明年我一定再努力干。当场我就想打开红包，数数里面有多少钱。哎，李大厨，哪有人当着面看红包的？老板握住了我想要打开红包的手。今年啊，市场行情不好，你可别嫌少啊。我呵呵一笑，怎么会呢？我怎么可能会嫌少呢？我李坤荣是这种人吗？这红包这么厚，至少1万多，做人嘛，不能太贪心，这道理我懂，我怎么可能嫌少呢？老板似乎很满意我的回答，意味深长地拍拍我的肩膀，好好干，明年客人多了，我再给你涨工资。好嘞，谢谢老板。等老板走了，我四处看了看，没人，找了个角落，把红包拿了出来，打开一看，我懵了，里面居然是1元纸币。我不死心，直接把钱全拿了出来，一张张看，全都是1元纸币。我数了数，一共200张，我的年终奖就是200元。不可能啊，一定是老板搞错了。我拿着200张1元纸币，直接去找老板。老板正在收银那边嗑瓜子，一看见是我，脸马上沉了下来。老板，你看看，是不是把红包弄错了？里面全都是1元纸币，店里还有人在吃饭。老板一声不吭，把我拉进后厨。李坤荣，你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不嫌少的吗？不是，老板，这是1元纸币，不是100元纸币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还以为老板把我和亲戚的红包弄混了，可谁知老板冷冷开口，没弄错，我给你的红包里就是1元纸币。我一愣，老板说的每个字我都懂，可为什么连在一起，我却不懂是什么意思了呢？老板，你说过年终你会给我包个大红包的，你忘记了？1年前老板开这个饭店的时候，把本钱全投进去了，装修时被人摆了一道，超了5万预算，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原来谈好的厨师见情况不妙，直接拍拍屁股走人了。当时我正好从新东方毕业，找工作呢，看见这里招聘厨师，就想着试试。我还记得当时老板握着我的手，一脸为难。小李呀，哥这发不出工资，但哥给你保证，一旦盈利，我们5-5分，只要你肯留下来，以后咱就是亲人，我就是你亲哥，我出本钱，你出技术，咱俩一起把饭店经营起来。我当时就一个毛头小子，被这情况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老板看我迟疑，急得快哭出来了。李坤荣，算我求你，你就在这烧菜吧，要是再没厨师，
我连房租都交不起了，我就白白亏本20万多万呐，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啊！李坤荣，算我求你了，行不行？只要你答应，以后有我刘国贵一口吃的，就不会饿着你。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刘国贵可以发誓，我要是亏待你，就天打雷劈。看刘国贵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，就答应了下来。前3个月，我是1毛钱工资都没拿到，幸亏刘国贵包吃包住。我这人也是农村里出来的，吃得了苦，居然被我硬熬了下来。到第4个月，刘国贵才给我开了工资3000，比同行的少了不止一点。当时刘国贵拍着胸脯保证：“小李，你好好干，等年底我一定给你包个大红包，不会比其他厨师少，你放心。”因为这句话，我兢兢业业干了整整1年，终于到年底了。可我没想到，刘国贵口口声声说不会亏待我，还说和我55分账，结果就分了我200，我气得胸口疼。老板，你说你给我的红包就是200。刘国贵脸色很不好看。李坤荣，有红包就不错了，你看看这市场大环境，多少厨师失业，你有份工作就不错了，居然还嫌红包少。刘国贵说的没错，这几年大环境是不好，和我一起毕业的同学很多都失业了，但他们失业是因为饭店倒闭了。可刘国贵的饭店可是一天比一天红火，可以说是人流量爆满，只要晚一点来，连座位都没有。我每天烧菜，胳膊就没停下来过，酸疼得很，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，到现在还贴着膏药呢。谁都有资格说市场环境不好，但刘国贵不行。我忍着火气，试图跟刘国贵讲道理。老板，你明明说和我55分账，你不能耍赖。我话还没说完，刘国贵就呸了一口。李坤荣，你小子好赖话听不懂是吧？你知道我投入多少吗？20几万呢，你就想空手套白狼，跟我55分账，你也太贪心了。我惊呆了，当初明明是刘国贵自己提出来要和我55分账，现在却反过来指责我贪心。刘国贵话锋一转：李坤荣，我刘国贵也不是没良心的人，今年我亏损的实在太多了，你不知道啊，到现在我的成本还没收回来呢。等明年你好好干，等赚钱了，我一定多给你分点。我还想理论，却正巧被客人打断。老板，再来一条红烧鱼，这鱼真不错。好嘞。刘国贵对我使了个眼色，把我推进了厨房。快，小李，烧条红烧鱼，刘哥等着呢。刘哥是这里的老顾客了，每次来都消费不少，和我也算是熟人了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回厨房烧鱼。可红包这事在我心里就是个疙瘩，过不去。我想好了，等待会饭店关门，我一定要找刘国贵说清楚，实在不行，我就不干了。好不容易等到把客人送走，已经凌晨1点了。刘国贵打了个哈欠，收起了手机，拍拍屁股准备走。我直接拉住了他：老板，咱今天得把这红包的事讲清楚。刘国贵眉头一皱，不耐烦地说：小李，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呢？你在我这里干了1年，我刘国贵亏待你没有？包你吃包你住，工资还按时发给你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李坤荣，做人不能没良心啊！老板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这里确实是包吃包住，但我就住咱们店2楼，到现在我的床还是30块钱买来的简易床，冬天冷，夏天热，连个空调都没有。而且无论客人来得多早，走得多晚，我都得陪着。别家店的厨师有下班时间，我是压根没有啊。我指了指地上的垃圾和桌上客人剩下的菜，你看，
这些垃圾和剩菜都等着我收拾呢。老板，你虽然免费让我住在这里，但你也免费得了个搞卫生的清洁工。刘国贵急了，那我还包你吃了呢。没错，但我一个人能吃多少？而且我每次吃的都是剩菜，那些本来也是要倒掉的。李坤荣啊，我没想到你这么计较。当年你一毕业，我就让你在我这里干了。你看看，除了我，谁敢用一个刚毕业的来当主厨？我都被气笑了。可当时是老板你发不出工资，其他厨师都不愿意干，你才求我留下来的。你忘了？刘国贵估计是因为我这句话想起了从前，想起了当时落魄的场景，气得跺起了脚。李坤荣，过去的事再提有什么意思？你就抓着不放了是吧？我叹了口气，老板，我只是想拿回我应得的报酬而已。刘国贵眼睛都红了，他拿手指着我的鼻子骂：你应得的？你应得什么了？要不是我看在当时你肯留下来的情分上，我早就炒了你。你看看现在大环境，多少人没工作，就你还挑剔上了。要是没有我，你连工作都没有。我看着刘国贵暴怒的样子，摇了摇头，不是这样的，大环境不好，确实好多家饭店没做几个月就关门了。但刘国贵家饭店之所以能撑下去，我敢说，我功不可没。我家做的都是回头客的生意，顾客们之所以愿意来，都是因为我用的材料新鲜，所有的菜从不隔夜，而且从小我记性就特别好，顾客来了一次，我就能记住他们的喜好。只要客人点餐，我都会问清楚客人的习惯。就比如张伟吧，他喜欢辣，要变态辣的那种。李林凯不喜欢香菜，他点的菜里不能放一根香菜。刘欢欢喜欢甜食，给他烧的菜都要尽量甜一点。我李坤荣敢保证，只要客人来了一次，就会来第二次、第三次。老板，你想炒了我？听我这么问。刘国贵明显一愣，他停顿了几秒，似乎在考虑，最后他放缓了语气，开口：李坤荣，咱俩1年的交情了，我也把你当亲弟弟。说实话，我这1年确实没挣到钱。你想想，我投入了20多万，这1年怎么挣得回来？我说了，等我挣回成本，我就开始给你分红，行不行？我摇了摇头。老板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你就给我看看你的记账本吧。什么？老板，你每次都不放心别人收钱，每次收钱都是你亲自收，你有记账的习惯，每一笔账都记了本子上，那本子就在锁着的抽屉里。既然你说这1年的盈利没有20万，那你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我踏马。李坤荣，你不信我？刘国贵狠狠拍了下桌子。呵，我虽然只是个厨子，但我记性很好，每天客人点了什么菜，我心里都有数，其中成本多少，盈利多少，我也能看出个8、9不离10。按我们店的客流量来算，这1年老板少说也净盈利了30万，早就回本了。老板，你敢不敢拿给我看？刘国贵从口袋里拿了根烟，猛吸了一口。李坤荣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也就实话跟你说了，这1年饭店是盈利不少，但这些都跟你没关系。我的饭店地段好，人流量高，生意自然好，就算换个厨子，生意也不会差。刘国贵顿了顿，看了我一眼，而且刘刚跟了你也有段时间了，我看你的拿手菜，他也学了个七七八八了。要是你不在，他也能顶上去了。哟，这可是赤裸裸的威胁了。他居然想让刘刚顶替我。3个月前，刘国贵把刘刚带到了我们店里，说刘刚是他的亲戚，过来给我打下手。现在想来，刘国贵是早就留了一手，想让刘刚取代我呀。可刘刚这人好吃懒做，
逮着机会就躲在角落里偷偷玩手机。我看刘刚是刘国贵的亲戚，也不好说什么。按我看来，3个月来，刘刚怕是连一些基本的菜都没学会，想让刘刚取代我，简直就是异想天开。想到这里，我直接开门见山：老板，你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就直说了，我也不要什么55分账了，你就给我包个1万的红包，我呢就继续干下去，不然我就直接卷铺盖走人，你选吧。刘国贵皱着眉头，轻蔑地看了我一眼。李坤荣，1万的红包是不可能了，你想干就干，不想干就滚。只要你今天走，我明天就让刘刚顶替你。你可要想好，这大过年的，找个新工作不容易呀。我握紧了拳，本来还想着拿个大红包风风光光回家过年，没想到不但红包没拿到，连工作都要没了。刘国贵，我不干了。我扯掉围裙，走到店的2楼，简单收拾了下我的东西，拎着我的行李就准备走。刘国贵咬牙切齿：滚！大过年的，我看你去哪里找工作，别到时候像条狗一样回来求我。我没理他，拎着我不多的行李直接走了。我在旅馆开了个房间，冷静下来后思索以后该怎么办。正好这时张哥的电话打了进来：喂，坤荣，明天我想请朋友吃饭，在你那订个5桌，菜单照往常一样，你看着办。张哥，我估计是配不了了，我不在刘国贵那干了。什么？为啥呀？张哥一听就很惊讶。我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跟张哥说了，张哥很无语。我说他刘国贵真是不干人事，大过年的居然赖掉你的红包，他也不看看大家都是为了什么来他家吃饭，还不是你李坤荣的手艺好，而且记得每个人的口味吗？他居然想找人顶替你，这货脑子被门夹了吧？张哥似乎是吸了口烟，继续说：兄弟，你找到下家没有？我叹了口气，没呢。张哥，你也知道，这大过年的，大家都回去过年了，没老板招人啊。张哥顿了顿，兄弟，你别急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你看中不中？张哥说，他有个店面，大小和刘国贵的店差不多，他问我有没有意向自己出来开店。我犹豫了，张哥，不是我不想，我没有本钱。张哥呵了一声，没事啊，兄弟，我不要你本钱，我那个店面空着也浪费。这样吧，我来出店面和装修，你来管店，我们55不46分账就行。我4，你6。我激动了，张哥，你说真的？张哥又吸了口烟。我张华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？李坤荣，你想清楚没？干不干？干，我肯定干。我话刚出口就有点后悔。张哥，那万一亏了怎么办？我没钱赔给你。张哥笑了，谁要你赔了？亏了算我的。而且呀，我张华看人很准，我赌你不会亏。听了张哥的话，我的信心也回来了。是啊，那么多老顾客来光顾，那不就说明我烧的菜好吃吗？一个饭店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那就是厨师啊。既然我能把刘国贵的店盘活，换一家店，我也一定能行。想到这里，我拍着胸脯告诉张哥，张哥，你放心，你既然这么相信我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说来也巧，张哥的店面离刘国贵的店很近，就隔了3个店面，大小和布局也和刘国贵的一模一样。张哥的动作很快，在决定开店的第2天就找来了装修师傅，开始装修店面。可是张哥比较忙，他把装修的事情全交给了我。他说，李坤荣，我这饭店的事也不懂，你看着弄吧，到时候找我结账就行。我点头答应了。其实这店的上一个老板以前也是干的餐饮行业，
只不过现在市场环境不好，上一个租这店面的老板没干几个月就亏损得一塌糊涂，直接退租走了。张哥的店面也没再租出去，现在正好便宜了我这几天一睁眼就往店里跑，盯着装修进度，希望能赶在大年初一开门。刘国贵看见我经过，还往我身上吐了一颗瓜子。哟，李坤荣，你不是已经不干了吗？怎么还成天来我面前晃悠？我告诉你，你的位置已经被刘刚顶替了，你就是反悔了也没用了。我看了刘国贵一眼，再朝他店里瞧了一眼，奇怪，店里的客人还是不少。看什么看？李坤荣，你不会以为没了你，我店里的生意就会变差吧？呸！我都说了，我这店地段好，装修好，客人自然就多了，和你李坤荣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对，我再往刘国贵店里瞧了瞧，里面都是陌生面孔，没几个老顾客。这就对了，这几天快过年了，我们这小县城还是个景区，来旅游的人很多，这么多生面孔，估计是被某音上的评价安利过来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笑了笑，不知道这些顾客吃了刘刚烧的菜后会写出来什么样的评价。喂，李坤荣，你后悔了吧？现在连工作都没了，估计连住的地方都没了吧？啧，这大过年的真是可怜哟，谁让你贪得无厌，看不上我200的红包，现在后悔也没用了。我摇了摇头，刘国贵居然没发现老顾客已经少了很多。往常这个时间段，刘国贵的店都应该是满客的，甚至会有客人等位。现在吗？已经空着2张桌子了。我也不想去提醒刘国贵，直接往前走进了张哥的店。一连好几天，刘国贵都看到了我，他终于发现我不是后悔了，专门到他面前刷存在感，而是我也开了一家饭店，正在装修。刘国贵跑到我店面前，指着我的鼻子骂：好你个李坤荣，当时你刚毕业我就把你招了进来，现在你居然开饭店和我抢生意，你个白眼狼，气死我了！要不是我，你早就饿死了。你居然敢在我店旁边开饭店，我告诉你，你就看着吧，不出3个月，我就能把你弄倒闭。我的店在这条街门口，来这里的客人都往我那走，你这店在里面，你信不信？一个客人也不会有。我本来不想和刘国贵多废话，但他骂到了我店门前，我就不能忍了。刘国贵，怎么店里生意变差了，没客人了？嫌得到我这么乱废？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这句话戳中了刘国贵的肺管子，刘国贵气得脖子都红了。李坤荣，我告诉你，我客人多着呢，这个店的上一个老板就在这里开了3个月，我看你连3个月都撑不下去，那咱们就走着瞧，看我能不能撑过3个月呗。你等着，还3个月？呸！我让你3天就完蛋。说完，刘国贵就骂骂咧咧地走了。我以为刘国贵只是想骂骂出气而已，就没理他。毕竟客人往哪里走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可我没想到，第2天我就接到了装修师傅的电话，他说：你快来看看吧，你家店被人泼了红油漆，连门都被砸了。我赶紧跑过去看，在经过刘国贵店时，被刘国贵一把拉住，他阴狠狠地说：李坤荣，我最近店里生意差了，肯定是你小子搞的鬼，要不然为什么张哥他们那些老顾客都没来了？你小子出手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我只觉得莫名其妙，我用脚趾头想都知道那些老顾客没来，肯定是因为刘刚烧的菜味道差呀。刘刚那水平能把菜烧熟就不错了，能留得住顾客才怪。我本来想讽刺刘国贵几句，可我的店出了事，想了想，还是甩开了刘国贵的手。
莫挨老子！你的店什么样和我没关系。跑到我的店门口一看，果然门口都被泼了红油漆，门一看也被砸了好几道痕迹。我连忙打电话给张哥，张哥不慌不忙，没事，哥们那里有监控，你直接报警就成。我抬头看了看，果然找到了张哥说的小型摄像头。你还别说，这摄像头造型是片树叶，装在旁边的树上，不仔细看都发现不了。在等警察的时候，我直接把监控视频看了看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是刘国贵干的。刘国贵本来还不想承认，谁看见我泼油漆了？你们不要乱说，乱说是犯法的，懂不懂？李坤荣，你这是污蔑我。对，就是污蔑。他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，还对我挑衅地挑了挑眉。我无语地摇了摇头，别狡辩了，刘国贵，我这里的视频都拍下来了，昨天夜里你泼的油漆。刘国贵一愣，随即一拍桌子，好啊，你小子想炸我？没门，我根本就没泼油漆，哪里来的视频？哟，刘国贵还以为我故意炸他呢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直接把监控视频打开，拿给警察看。视频里刘国贵鬼鬼祟祟地四处看了看，在以为没有监控的情况下，他把一整桶红油漆泼到了我的店门口，还拿出斧头砸了我好几下门，一边砸还一边喊，我让你开饭店，我让你跟我抢生意。李坤荣，我不信我整不了你，证据确凿。刘国贵的脸刷得白了，警察叔叔建议我们私了。我提出要求刘国贵赔付重新刷漆和门损坏的费用，再赔偿这几天的误工费，共计12000。李坤荣，你抢钱呢？不就一扇破门吗？值那么多？刘国贵，你如果不想私了，咱就起诉你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后来在警察的调解下，刘国贵没办法，还是选择了私了，把12000当场转给了我。刘国贵肉疼的眉头皱紧，他说，李坤荣，就算让你把饭店开出来，你也别想生意好，连我的饭店都没客人了，你以为你会有客人吗？呵，这就不劳你操心了，咱们走着瞧。很快我和张哥的店就装修好了，开始营业。没想到为了打压我，刘国贵在我开业这天专门搞了个大促销，所有菜品一律打8折，效果也挺显著，很多客人都被吸引过去了。但我家店也不差，很多老顾客听说我开了店，都赶过来捧场。李林凯吃了一口麻婆豆腐，感叹，就是这个味，我想吃很久了。李坤荣，还是你做的地道。刘欢欢也附和，李大厨，本来以为吃不到你的菜了，我可伤心了好久呢。李林凯，对呀，你走了之后，刘国贵那店我就只去过一次。妈呀，我点了个最简单的手撕包菜，他居然端上来都是生的，这叫我怎么吃？我直接把菜推到刘国贵面前，要求退款。谁知道那孙子还不承认菜是生的，硬生生把生的包菜吃完了。听说呀，他半夜上吐下泻，去了医院急诊，哈哈哈，笑死我了。老顾客们一边吐槽刘国贵，一边告诉我关于刘国贵的八卦，我这才知道刘国贵内的老顾客基本都流失了。原来刘国贵请的厨师刘刚不仅做菜味道差，还经常拿隔夜菜糊弄顾客，还有好几次客人从菜里吃出头发、蟑螂等异物，刘国贵还死鸭子嘴硬不肯承认，在老顾客那里的口碑都坏了。至于被某音吸引过来的新顾客，在吃完刘国贵饭店的菜后，几乎人人都会给个差评，都在吐槽菜都是馊的。差评要不是一定得点星，我1颗星都不想给啊。菜里有类似卷毛的不明物体，
老板还不肯退钱。壁垒，这店菜难吃的要死，居然能有好评，都是刷出来的吧？下面有人给解释，哎，这家店不是原来的厨师了，听说前面的厨师因为老板承诺的红包没给，所以辞职了。原来那个厨师烧的味道可好了，现在这个吗？你懂的。那人还贴心的把我现在饭店的地址写了下来，推荐别人去我新开的饭店吃饭。气得刘国贵第一时间把那条评论给删了。我第一天开业，营业额就达到了2万多，我开心的跟张哥数着钱，张哥直接掏出5000递到我手里，拿去吧，张哥。这是张哥一脸不耐烦，拿着呗。我说了，跟你4-6分账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原本以为张哥只是开玩笑，毕竟谁会又出本钱，又出店面，还跟我4-6分账呢？但看到张哥递给我的钱，我才知道，原来张哥是认真的。李坤荣，拿着吧，我说话算数。本来这个店面都租不出去了，现在好了，有了你来开饭店，我就等着躺着拿钱。我点点头，谢谢张哥。我和张哥乐滋滋的数钱。刘国贵可没那么开心了。听说刘国贵为了搞8折促销，这次上的菜都是偷工减料的，于是市场上买来的死鱼菜都是腌拉吧唧的，有的甚至是烂的，连洗都没洗就炒好端给客人了。当天晚上就有好几个客人上吐下泻，那些客人在刘国贵的店里闹了大半夜。刘国贵不肯赔钱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些人自己的肠胃不好就不要出来吃饭，吃了我的饭还不想给钱，活该你们吐。我告诉你们，我的菜一点问题都没有。”客人随手拿来一盘发臭的鱼，你不是说你的菜没问题吗？那你敢不敢吃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为了证明他的菜没问题，刘国贵夹起一块鱼肉塞进嘴里，随即他就感觉不太对，这肉实在是太臭了。但客人死死盯着他，刘国贵只能硬着头皮把鱼吃了进去。怎么样？我就说我的鱼没问题吧？可没到3秒，刘国贵就哇的全吐了出来。客人们一起打了相关部门电话，检举刘国贵的店食品安全有问题。刘国贵的饭店已经被停业调查了。后来听说刘国贵交了一笔不小的罚单，再三保证不会再出现卫生问题，才能重新开业。可刘国贵再也不敢用刘刚了，他已经清楚，刘刚这货虽然跟了我3个月，可他连皮毛都没学会。刘国贵想招新厨师，可在知道薪资每个月只有3000时，来应聘的厨师都直接摇头走了。刘国贵不死心，他拉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：“你再考虑考虑，1个月3000，我还包吃包住呢。对了，年底我还给你包个大红包，行不？”对方呵呵笑了一声：“包住就住你店里，那我连下班时间都没有啊。还有，你说给我一个大红包，那到底有多大？3万、5万？老板呢？现在可不流行画大饼了，我看我不合适，还是算了吧。”无论刘国贵怎么挽留，都没一个人肯留下来。最后，刘国贵没办法，只能继续让刘刚掌厨。可刘刚烧了1个月，顾客是越来越少，投诉是越来越多。最后，本来吃饭还得排队的饭店，居然连个人影都没有。刘国贵亏得底朝天。在我下班的路上，刘国贵搓着手拦住了我，他哈着气，一脸讨好：“那个李坤荣，你的店生意不错哈。”我点点头：“对呀，每天都爆满，胳膊酸得不行。正准备去按个摩。”“怎么，刘国贵，你有事吗？”刘国贵尴尬地笑，露出一脸褶子。“李坤荣，那个，我想和你商量商量，能不能回来上班？我这有个红包，
是准备给你的。刘国贵递给我一个大红包，很厚，不会又是1元纸币吧？不，都是100元。你看，刘国贵打开红包，里面果然是红色的100元纸币。这里是2万，那个，你能不能回来？你都在我这里工作1年了，咱俩老搭档了，对吧？刘国贵殷切地看着我，我指了指红包，拿了这个红包就要回来上班。那个，都说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，你拿了我的红包，当然要给我做事，对吧？我直接把红包一推，那算了吧，今天张哥刚给我结的工资3万，张哥还说了，以后每个月都给我分60%的盈利，年底还会给我红包，还有记账本随我看。刘国贵一咬牙，我也每个月给你3万。李坤荣，你能不能回来，把那些老顾客也带回来？我再次明确拒绝。刘国贵突然红了眼眶，他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我这房租一下子签了10年啊，我的钱全要亏了呀！刘国贵坐在地上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拉着我的裤管不松手。李坤荣，算我求你，你就回来吧。那些老顾客只认你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把你开掉啊！你就原谅我这一次，你就回来吧。刘国贵哭得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怪恶心的。我直接扯开他的手，趁他不注意，直接跑了。笑话，鳄鱼的眼泪根本不值得同情。张哥还打电话跟我说，刘国贵堵不到我，就跑去找他了。刘国贵提出和张哥合作，2家店合并。刘国贵愿意把盈利的1半分给张哥，前提是让我2家店来回跑，一起烧菜。张哥直接送了他一句国粹，让他滚。张哥说，李坤荣，你知道为什么老顾客都认准你吗？我挠头，我烧菜好吃，对，但你呀，不仅仅是手艺好，你还像我们的家人，你记得每个人的喜好，烧完菜还会和我们聊天。你记不记得上次刘欢欢家里出了点事，手头紧，你直接借了他1000块钱，虽然钱不多，但刘欢欢记到了现在，店里很多客人都是刘欢欢介绍来的。还有那次我在刘国贵饭店里吃饭，失恋了，心情不好，旁边有桌客人说话声音响，还嘲笑我一个人吃饭，我没忍住骂了几句，那伙人就想来揍我，是你从厨房里冲出来，把我护在身后，那时候啊，我就把你当兄弟了，我还叫了一大帮兄弟去刘国贵的店里吃饭，就是为了给你捧场子。刘国贵实在是瞎，居然把你赶出来，现在后悔也没用了。我和张哥的饭店是一天比一天红火，我的收入也是一个月比一个月高。那张按摩椅早就被我买了下来，送给了爸妈。我爸妈笑得合不拢嘴，却还要怪我乱花钱。我们都是老毛病了，还花那个冤枉钱干什么？这么贵的东西给我们用就是浪费，可他们对邻居可是另一番说辞。我们家李坤荣啊，就是孝顺，给我们老2口买了一张椅子就要1万多，坐上去就有人给按摩里。后来刘国贵的饭店没到3个月就关门了，店面上贴着转租的告示，可过去好几个月也没人租，店就这样空关着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